我的未婚妻出轨了我的死对头纪伯醋，从小到大，纪伯醋就和我争和我抢，恨不得把我拥有的一切全都抢走，但他从未成功过。唯独这一次，纪伯醋，你赢了，但你记住，是我施舍给你的垃圾罢了。而当柳爷爷给我主持公道的时候，我却说婚我不退了，新娘该换了，我要娶了柳如墨。我在婚纱店里等了许久，看到了不少恩爱的年轻夫妻，却只等来了一条消息：宝贝，我工作忙走不开，改日我们再一起去。我看着消息，瞳孔暗淡下来，已经不记得这是他第几次爽约了。我们相恋3年，马上就要步入婚姻的殿堂了。我理解他工作繁忙，有偌大的公司需要他的管理，可是他似乎对我没那么上心了。无所谓了，我叹了口气，让司机送我回去。望着车窗外的风景，我神情淡漠，直到我看到了那家昂贵的西餐厅里出现了一个我再熟悉不过的身影。我呼吸一滞，面色也凝重下来。停车！我忙不迭休地对司机喊道。我怔怔地看着那个方向，他的工作是陪其他的男人吃饭吗？关键这个男人还不是别人，是我的死对头，我此生最厌恶的男人。二人相对而坐，有说有笑的，他甚至还亲自帮他切开牛排，亲昵地喂到他的嘴里，真是可笑。我的胸口很闷，从未有过如此难受的感觉。我何时受到过这种羞辱？我一怒之下冲进了西餐厅里，不顾服务生的阻拦，径直地走到了二人的面前，拿起桌上的红酒，一杯泼到了纪伯醋的脸上。纪伯醋，你贱不贱啊？什么东西你都抢是吗？你就这么缺爱？手中的红酒杯愤恨地往地下一甩，在纪伯醋的脚边炸开，碎片飞溅，把在场的客人们全都吓了一跳。纪伯醋满脸落魄的样子，他打满发胶的头发被我淋得湿漉漉的，身上的黑色西装也被染上了污渍。他抬眸对上我的视线，红着眼睛，委屈地撇了撇嘴，开口解释道：纪哥，你误会了，我没有。纪伯醋永远都是这副模样，明明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心机男，非要表现出那种惹人怜爱的模样。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够相信如此做作他？可我的未婚妻柳如烟偏偏吃这套，看到她的小白脸被我泼了红酒，立马心疼起来，猛然站起了身，眉头一皱，神色严肃地瞪着我。纪伯希，你干什么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？怎么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动手？醋醋，你没事吧？说了我一通。他还十分关心纪伯醋的状况。我冷笑着，眼神冰冷地看着二人亲密无间的模样，讽刺道：纪伯醋，你可真是好手段啊，从小就喜欢和我抢和我争，你这么做到底有什么好处啊？但我不得不说，这次你赢了，不过不是你抢成功的，是我不稀罕了，让给你的。纪伯醋睁着一双大眼睛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一张小嘴微张，还要和我解释。纪哥，我没有和你抢，我和嫣嫣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，你还和他解释什么？柳如烟的脸色凝重着，愤恨地瞪了我一眼，不等纪伯醋的话说完，忙不迭休地来数落我。他心眼小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纪伯希，你说什么让不让给醋醋的？你在想什么？我们都要结婚了，你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我的，对吧？柳如烟满脸不屑的样子，她似乎认定了我怕丢人，即便发现了他们的奸情，也不会去大动干戈的去解除婚约。可她未免小看我了，3年的时间不长不短，曾经我们也是甜蜜恩爱的情侣，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柳如烟就变了，她不再像以前那样迁就我、爱护我了。我想过她会出轨，却没有想过她的出轨对象是我此生最厌恶的人。我惨淡一笑，你别把我的爱想得太理所当然了，我只希望你不要后悔。我瞪了这对狗男女一眼，转身离去。在我们大学热恋的时候，我无数次跟柳如烟提起过纪伯醋的事情。我和纪伯醋从小就认识，即便不是在一个班上学，也会是在一个学校。他处处都要和我争，想要压我一头，但他从来没有赢过，除了这次。不过我还要感谢他，让我看清了柳如烟是怎样的人。难怪他没有时间陪我，就连筹备婚礼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不愿意出现，连约定好的一起去挑选婚纱，他都不愿意陪我。原来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，他们说不定早就在一起了。我抹去了眼角的泪水，情绪逐渐归于平静。这样的人不值得我落泪。我回家后，第一时间就是拿出了行李箱，把我的东西全都装起来。这个家我是1分1秒都待不下去了。当我拎着行李箱准备出门的时候，门开了，是柳如烟。她一袭黑色礼服，看见我要走，脸上瞬间露出了惊诧之色。她连忙拉住了我的行李箱，不解地看着我：你这是干什么？白天都是一场误会，你怎么还要走啊？她的手很用力，让我有点挣脱不开。在柳如烟的眼里，我竟然看到了几分不舍。她还真是彻头彻尾的渣女，吃着碗里的还要望着锅里的。我对上了她的视线，眼神冷漠着说道：我这不是给纪伯醋腾地方吗？不然你打算以后让他住在哪里？一直和他在外面住出租屋吗？我艰难地扯出一抹笑容来，这里本就是柳如烟的住所，因为我的存在，他和纪伯醋在一起的时候都不敢回家，不如我趁早让步算了。柳如烟的手用力了几分，你要闹到什么时候？能不能懂点事？我们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小肚鸡肠？我小肚鸡肠？柳如烟，你忘了你是怎么承诺我的？你说过会爱我一个人，身边不会有任何的男人的。可是你看看，你都干了什么？我奋力地甩开了他的手，眼神愈发的冰冷着。我和他只是逢场作戏，我爱的人从始至终都是你啊！我对你的爱是真的。柳如烟的眼神表现得格外真诚，这都什么渣女语录？柳如烟，你要不要听听？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一时间我被他给气笑了。柳如烟，你的爱真多呀！柳如烟的神情错愕，复杂的看着我，身形也僵住了片刻。她有点不知所措，深吸了一口气，似乎在努力的平复她的情绪。她拿出了一个被精致包装的礼盒，一看就是一张5090的显卡。她努力的笑了笑：纪伯希，我们不闹了好不好？我知道错了，我特意给你带来了礼物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又是这样，只要我生气，他就拿点小礼物来我。我大喝一声，目光凶狠：你傻还是我傻？这么点东西就想哄骗我？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混蛋的女人！垃圾！我可不喜欢回收废品，你有多远滚多远！柳如烟怔住了，我转身就要走，她一下子扯住了我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她对我吼道：纪伯希，我都给你台阶下了，你别不识好歹了！我抬手就是一巴掌，啪的一声，世界瞬间安静下来了。我看着错愕的柳如烟，滚蛋！
我拖着行李愤然离场，看都不愿意多看柳如烟一眼。自从柳如烟那里搬离之后，心情愉悦了很多，但工作还是要继续的。就算是我们感情出现了问题，爱岗敬业的我也不能拖累公司的进度。我是柳氏集团珠宝设计部的季总，而柳氏集团的现任总裁正是柳如烟。不过我不在乎他什么身份，就算我要走，我也要把手里的工作全都做完。一早上，我刚走进珠宝设计部的办公室，就看到了一张熟悉且令人厌恶的脸。早啊，季哥！纪伯簇亲昵的叫我季哥，差点让我吐出来。纪伯簇是我舅舅家的表弟，我最讨厌他叫我季哥的样子了，还要夹着，实在太做作了。我嫌恶的拧着眉头，你来干什么？纪伯簇的脸上勾起了一抹微笑来，眼中带着几分得意，当然是来上班的。我疑惑，上班怎么不是人事带你来？季哥，我是刘总特批的，他让我直接过来就行。纪伯簇春风得意的瞧着我，提到柳如烟的时候，他咬字加重了一些，像是在和我炫耀一样。我内心冷笑，真是什么歪瓜裂枣都能来了。当我珠宝设计部是垃圾回收站吗？我和纪伯簇认识的时间太长了，他有几斤几两我还是清楚的。不过柳如烟是不是太心急了些，都不藏着掖着了，直接把人送到了我的身边来，这是故意恶心我来了是吧？真行，这对性求男女可真行，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倒要看看纪伯簇能有什么能耐进的公司。行，你先坐在那边的工位上。我给他指了指最角落的空闲的工位，便走进了我的独立办公室内。等到设计部的人来齐后，我才从办公室里出来，拍着手将众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我的身上。各位，这位是我们部门新来的同事。我指了指纪伯簇，众人顺着我的视线看了过去，全都是打量的神情。能够在柳氏集团上班的都是行业翘楚了，每个人不管是学历还是工作能力都是数一数二的，内部竞争更是卷得很，所以在看纪伯簇的时候都是审视的意味。纪伯簇友好的笑了笑，自我介绍道：你们好，我叫纪伯簇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新同事，你哪个学校毕业的？有同事发问。有工作经验吗？能否独立的完成设计？纪伯簇被问的一怔，他显然没有想到他们会问这么多一针见血的问题。他故作镇定的模样，扯谎的回答道：我是在国外读的大学，之前有在技师工作过，独立设计绝对没问题的。他的话在其他同事那里听来是没有任何破绽的，可我却将纪伯簇彻底看透。什么国外读的大学？他分明是读的大专。他口中的技师说的是我家，他是我舅舅家的表弟，但我家可从来没有让他进来实习过。独立设计简直就是扯淡，他的毕设还是抄袭我的，偷的我的设计稿，谎话连篇，却引得众人格外的重视，仿佛觉得纪伯簇的实力不容小觑。我扯了扯嘴角，笑着问道：那么你有没有成功发布的作品呢？提到这里，纪伯簇的小脸一红，装作不经意的模样，将他的项链露了出来，上面的吊坠采用了不同颜色宝石，每个面都是不同的颜色，名为七彩，是一个曾经获得过大奖的设计。同事们都是做设计行业的，自然是见过的，下意识的指着项链惊呼出声：这项链不是徐坤的设计吗？纪伯簇羞涩起来：这个呀，是我的设计，我当时在大学的时候曾用这个设计获得过奖项。徐坤这个马甲大家都清楚吧，我设计的作品无数，相信你们都知道的。他的眼神愈发的得意起来，甚至看向我的时候尤为挑衅的意味。同事们面面相觑，一时间忍俊不禁笑出声来。纪伯簇，你是徐坤？没开玩笑吧？要不要脸啊？真正的徐坤就在你面前，你说你装谁不好啊？非要装我们的季总，我看啊，他的学历什么的说不定都是假的呢，真有意思。同事们说起话来毫不留情，他们最讨厌的就是这种走后门进来的人了。只见纪伯簇的脸色很难看，诧异的看着我，他确实不知道徐坤是我的马甲。当时大学的我很低调，参加大赛的是时候随便用了一个昵称，却没想到获得了大奖。而我的同事们很清楚我的实力，他们见到过我的设计稿，没有什么能够比设计稿更能证明我身份真实性的。纪伯簇捏紧了拳头，气得脸都绿了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他想要伪装的徐坤竟然是我。我朝着纪伯簇走过去，手搭在他的肩膀上：没关系的，不知者无罪，既然来上班了，那就虚心学习就是了。表面上我在安慰他，随后我凑近他的耳边，只用我们两个能听到的声音说道：纪伯簇，你还真是够蠢的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自作自受，装谁不好，偏偏要装我呢？看来你也觉得我的确很优秀。纪伯簇的脸色铁青，双手紧紧地攥着拳头，眼底泛着红，他愤怒地瞪着我，恨不得要将我碎尸万段的模样。而我嘴角的笑容愈发的讽刺。纪伯簇终究是气不过，红着眼睛推开我跑了。没过一会儿，柳如烟就派人叫我去他的办公室，毫无疑问是纪伯簇跑去告状了。一进办公室，纪伯簇就是一副哭哭啼啼的模样，他坐在柳如烟办公室里的沙发上，委屈巴巴的。柳如烟则是满脸严肃，眼神带着责怪：纪伯希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可是珠宝设计部的季总，怎么能带头霸凌新员工呢？你看看簇簇都被你欺负成什么样子了，你也太不懂事了。柳如烟的话如同一根根针一般，往我的心上狠狠地戳着。我神色淡然地看着二人，冷笑一声：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你办事倒是挺大胆也挺速度的，昨天我发现你们在一起的奸情，今天你就把他带来上班了，你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也不藏着掖着，放在明面上讽刺二人。纪伯簇神色一僵，楚楚可怜地和我解释道：季哥，我们就是一起吃顿饭而已，不是你认为的那种关系。他的声音哽咽，带着几分的胆怯。柳如烟又心疼了：纪伯希，你怎么总往歪处想呢？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我的脾气也上来了，破口大骂起来：纪伯簇，别季哥季哥的，我哪有你这样的表弟？知三当三也就算了，还抢的是你嫂子，你安得什么心？你恶不恶心啊？我用过的垃圾你也要？你真是不挑食啊！纪伯簇被我说的一怔，哭都忘了。柳如烟脸色不悦，恶狠狠地看着我：纪伯希，你干什么？说他没说你是吧？你以为你是什么好玩意吗？我指着柳如烟骂道：要不是你当初穷追不舍，我能看上你这性球？要不说你们两个才是天生一对呢，王八配绿豆，看对眼了。骂了这一通，我只觉身心愉悦，不等二人反应过来，我转身潇洒离去。恶心我就气死你们两个！季总，这个稿件有问题啊！合作的公司代表在会议室里将稿件拿了出来，递到了我的面前。我扫了几眼，
眼，很确定这是我写的，可为什么署名变成了纪伯醋呢？真有意思啊，难怪他这几天很安静，没在我旁边刷存在感，原来是憋着坏呢。要不是合作方将稿件交到了我的手里，说不定我还被蒙在鼓里。这个项目本就是合作方指名交给我做的，就算纪伯醋不知道这件事，也不能自作主张篡改成他的名字。方总，你们等我一会儿。我拿着稿件，愤怒地走出了会议室。我倒要问问纪伯醋到底安的什么心？工作几天没成绩，开始对别人的东西下手了，这种人绝不能留下来。季总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人事的李经理过来了，看见我满脸笑盈盈的，正好，李经理，我有事和你说，咱们公司有人手脚不干净。正说着，李经理制止了我继续说下去的冲动。李经理意味深长的道：季总，是这样的，我是来做人事调动的，以后纪伯醋就是设计部的纪总了，你现在就是普通的设计师职员了。我手中的动作一僵，拧着眉头，疑惑地问道：是谁的意思？我从大学实习的时候就在柳氏集团工作，一直都是在总经理的位置上，突然的人事变动让我难以接受，整个设计部的业绩我一个人就出了大半，竟然让一个刚来几天的新人给顶替掉了，是刘总的意思。李经理难以启齿的道，他也是按照吩咐办事，不敢做出忤逆柳如烟的事情，只是我没想到柳如烟做事越来越绝。纪伯醋刚好从洗手间回来，就看到了我落寞的神情，他得意一笑，忍不住在我的身边讽刺道：纪伯希，你心爱的女人还不是为了我什么都愿意做，你那么辛苦的打拼有什么意思呢？我瞪了他一眼，没理会他的话，直接冲去了柳如烟的办公室。我将被篡改的稿件拍在了柳如烟的桌子上，怒视着他质问道：柳如烟，你跟我解释一下，稿件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让纪伯醋当总经理？我被气得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，胸口起伏不断。柳如烟眼皮一掀，对我气愤的模样毫不在意，她假模假样的说道：还不是你工作的失误，是纪伯醋发现的，我帮你压下来的。纪伯希，你做了这么久，这么重大的工作失误让我挺失望的，要不是纪伯醋，公司不知道损失多少呢。这次的事，醋醋是功臣，升职是应该的。我不由笑出了声来，我什么时候有过工作失误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就算是有，他即便有功升职，也不该抢走我的位置吧。我一时间忍不住红了眼，神色愈发的凝重起来了。因为珠宝设计部总经理的位置是柳如烟亲自许诺给我的，说只给我一个人，可他现在呢，却为了其他的男人把位置让了出来。如果是一个的确很有实力的人，哪怕和我旗鼓相当的人把我顶替掉也好，他偏偏把一个什么也不会，只会投机取巧的新人提拔上来，就算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我也要为了设计部其他的同事考虑啊。柳如烟见我情绪波动很大，语重心长的安抚我，反正我们都要结婚了，以后你就做家里的男主人，没必要这么抛头露面的，有我养着你呢。区区一个总经理的位置而已，哪有在家里享福舒坦？我冷笑了一下，讽刺道：清朝灭亡了，你还以为你是阿哥呢？什么顽固思想？我说要和你结婚了吗？以前是我傻，我心甘情愿的想要娶柳如烟，可现在我不愿意了。季哥，你不要说这种话，怎么可以因为这点小事就说不娶烟姐了呢？那我不要总经理的位置了好不好？季哥，纪伯醋不知道什么时候跟过来的，听到我说不结婚了，立马过来装作白莲花的模样，又是这样。纪伯醋总是装。季哥，你们的婚期都定下了，不能说不结就不结的呀，这样岂不是会丢了烟姐的脸了？纪伯醋假意劝说，扯着我的胳膊，试图挽回我。我冷冷的看着他，只听见啪的一声，纪伯醋那白皙的脸蛋上瞬间浮现出了巴掌印来。我甩了甩手，纪伯醋，这里还没有你说话的份。纪伯醋捂着脸，错愕的看着我，有点不可思议。他顺势红了眼眶，豆大的眼泪啪嗒啪嗒的落了下来。他可怜楚楚的模样惹人怜爱。柳如烟心疼得很，连忙把纪伯醋抱在怀里，关心着。就这样亲密的举动，怎么可能是正常的弟弟和嫂子的关系？柳如烟的手指轻轻婆娑着纪伯醋的小脸，怒不可遏的看向我，扯着嗓子对我吼道：纪伯醋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？你现在怎么跟个泼妇一样，见人就打？你是不是疯了？话音未落，只听又一声脆响，我的手落在了柳如烟的脸上，这一巴掌用了比刚才还要重的力气，打得我手掌生疼。这一巴掌把他们两个全都打懵了，全都不可思议的看着我。忽然间，合作公司的人全都走了进来，站在我的身后，恭敬的称呼道：季少爷。方总走到了我的身边来，既然柳氏集团不要您了，咱们就回去吧。二人的脸上闪过片刻的错愕，我嗤笑一声，讽刺道：你们也不看看是哪家公司，就敢随意篡改我的稿件，那可是季氏集团旗下的产业，是我靠着自己的身份弄来的项目，我可是季家堂堂正正的少爷。此话一出，二人的脸色难看至极，像是吃了翔一样的难看，眼神皆是惊诧之色。和我在一起3年的柳如烟从来没有调查过我的底细，就连我们的亲事也是爷爷亲自带我去柳家选择的。当时是柳家的姐妹2个，爷爷让我随便选，而我当时和柳如烟正是热恋期，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她。她压根不知道我是季家少爷的事情，而我的表弟纪伯醋虽然知道，但奈何我家族的产业实在是太多，根本记不住。我冷嘲热讽的道：你们2个可真是姓裘啊，但凡多调查一下都会知道的。纪伯醋的脸色难看得很，他的眼神躲闪，不敢再看我。柳如烟则是恍然大悟的模样，她抓住了我的手，满眼的讨好。纪伯希，我错了，都是我的失职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总经理的位置你还继续坐着，有什么要求你随便提。他只是觉得我没有什么背景，能让我有底气在他们家选择结婚人选，也完全是因为我的爷爷救过柳爷爷的命，从始至终他都没有怀疑过我的身份。我奋力地甩开了他的手，眼里都是决绝。刘总，不好意思，您这尊大佛我供不起了，
我不干了，辞职。还有这个婚你也别想结了。柳如烟的神色恍惚，仿佛泄了气的皮球，神色复杂的看着我，而我则是转身离去。柳如烟，这将是你做出最错误的决定。刚出办公室的门，迎面撞上了一个温柔的怀里，把我紧紧的抱住。我震惊不已，抬头看清女人面容的时候，我下意识的推开了她。我刚听到你说辞职，要不要考虑来我的公司？柳如墨深邃的眼眸望着我，我前几年成立了一家珠宝公司，我可以全权交给你来打理，条件要比你在这里还好。季少爷意下如何？柳如墨真挚的邀请着我。柳如墨是柳如烟的姐姐，二人的年龄相差3岁。虽然柳如墨不是柳氏集团的继承人，但也有一部分产业，基本上都是管理分公司的。前几年他开了一家珠宝公司，几年间的成绩很不错，很有希望成为行业内的翘楚。但我已经打算回家帮忙打理生意了。我委婉的拒绝道，我现在已经不想跟柳家扯上任何的关系了。我毕业那年家里有想让我在家工作，只是我想着既是有哥哥在打理，我就不去掺和了。本来想和柳如烟一生一世一双人的，奈何她太伤我的心了。而且柳如墨在我的印象里是一个很谨慎有心机的女人。总之在柳如烟的口中了解到，柳如墨不是什么好人，让我离她远一点。季少爷，你的梦想不是想成立自己的珠宝品牌吗？我的公司可以给你，随你差遣，随你改名。柳如墨不想放弃，继续向我抛出橄榄枝。说实话，我有点心动了，毕竟一切从零做起的话，还不如接盘来的容易些。我对柳如墨的行为感到很诧异，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。我可以给你最大的权利。柳如墨神色冷峻，却在面对我的时候，尽可能的扯出友好的笑容来。你为什么给我这么好的条件？我疑惑的说道。因为你值得。他眼神坚定，斩钉截铁的说道。短短的5个字，无疑触动了我的心弦。明明这句话应该是柳如烟对我来说的，没想到却是柳如墨给予了我肯定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思考，我决定去柳如墨的公司。我有信心将品牌做强做大，而且柳如墨的能力我是比较认可的。虽然他这个人不怎么讨喜，季少爷、方总等人还想劝我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有话和他说，不用担心我。我摆了摆手。柳如墨的眼神意味深长，又和我强调了一下给我的条件。季少爷，来我这里绝对是你最正确的选择。我不仅可以给予你最大的权利，还有最高的分红。每一款设计除去成本外，你可以和公司73分成。我拧着眉头，诧异的看着柳如墨，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这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说，是一个多么大的诱惑。珠宝的利润本身就大，如果再给我7成，给我的利益不是一般的多。最重要的是，柳如墨给我的比柳如烟多得多。即便我在柳如烟的手下做着总经理的位置，他也不过是给我基本工资而已，他却愿意给纪伯醋55分成，多么可笑啊！好，既然你如此有诚意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我们去签合同。我嘴角牵扯出一抹微笑，非常乐意和柳如墨合作。我自认为能力出众，柳如烟失去了我，只怕这珠宝行业的翘楚要换了。正有此意，柳如墨优雅地把我邀请到他的车上，我们当下就去签了合同。我很意外的是，合同像是早就拟好了一样，我到了他的公司也只是签个字而已。柳如墨，可以借你司机一用吗？我想去柳家一趟。签完合同后，我询问道，我和柳如烟的事情不能再拖了，婚期将至，我必须把婚退了。柳如墨坐在沙发上，打量着我的神情更浓，他似乎明白了我的用意一般。我陪你一起回去给爷爷告状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诧异地看着他，只见他勾起了玩味的嘴角，意味深长地看着我，因为我都听到了。我呼吸一滞，心都跟着悬了起来。柳如烟不懂得珍惜你是他的损失，因为是你选择娶她，我才对家族的继承人不争不抢。可现在你要退婚了，我也不必再对柳如烟手下留情了。柳如墨那黝黑的眼眸似乎藏着某种情绪，让我根本看不透什么叫因为我选择娶了柳如烟。我没明白柳如墨话语中的意思，但也没再多问。他亲自开车带我回的柳家，见到柳爷爷时，我恭敬地行了礼，刚想开口说话，却被柳如墨抢先了。爷爷，柳如烟不珍惜季少爷，惹了季少爷生气，还带了一个小白脸到公司。柳爷爷当时暴怒，气得直拍桌，岂有此理！管家，去把那个姓裘给我叫回来。柳如烟回来的时候是黑着一张脸的，看到我和柳如墨站在一起，他就没有来得有些恼火。面对华爷爷的质问，柳如烟还不想承认，辩解道：爷爷，你怎么能相信他们的话呢？你一定是误会我了，我没有出轨，我就是和同事吃个饭而已，就这么简单。别听季伯希在那含血喷人了。说话间，柳如烟还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他笃定我拿不出证据来。可是这几天，我早就叫人去跟踪柳如烟了，搜集到了不少的证据。我冷笑着，是不是污蔑你一看便知？我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证据，是一沓很厚的照片，全都是他们2个一起甜蜜恩爱的样子。我交给了柳爷爷，请柳爷爷替我主持公道。柳如烟慌了，铁青着一张脸色瞪着我。柳爷爷在看见照片后，彻底的愤怒了，破口大骂：柳如烟，你个小姓裘，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？简直混账！柳爷爷骂了一堆难听的话，柳如烟被吓得跪在了地上，一句话不敢反驳。最后，柳爷爷心疼的看了看我，季伯希啊，这件事是我们柳家对不起你，你要是想退婚，我准了。跪在地上的柳如烟瞬间慌乱的不行，像是在挽留什么东西一样，乞求般的看向我。季伯希，不要，我们还是相爱的对吧？我不屑的白了他一眼，尊敬的看向了华爷爷。柳爷爷，这婚我不退了。柳如烟喜出望外，笑出了声来。季伯希，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。柳如墨的神色复杂，就连柳爷爷也感到意外。婚期不变，但我不娶柳如烟了，我要娶柳如墨。